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种短命的面相，赚的钱再多也无福享受。这个世界上谁不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想要知道自己寿命长短的话，往往可以通过面相上看出。若是发现自己寿命不长，也不需要惊慌，及时改变生活作息，注意锻炼养生，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延年益寿的。想要知道哪些面相会短命吗？不妨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1. 看眼神，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眼中神足者健康状况良好，遇小病也能很快康复。短寿之人眼神滞呆、散落、飘散，或是迎风流泪，两眼暗淡无光，无神采，无生机，眼泡淤肿，似深秋草木之衰竭，如溪流之干涸，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2. 看眉心，眉心即为印堂，在面相中，印堂为命宫之所在。如果两眉毛相交，好像一节一节的形状，眉毛侵入印堂，就是短寿的相格，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而且妨害妻子和儿女，破财。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纹痕，都会影响健康，如果带青色而且杂乱，也是短寿的征兆。3. 看鼻子，在面相中，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此部位饱满、高耸，直贯印堂者，先天体质优越，一生较少生病，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假如此处生的低陷、断裂、尖削，有乱纹或痣痕，往往身体欠佳，容易生病，属于先天体质弱者。如果两耳、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即使极恶宫不佳，也不会影响长寿，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时常生病，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4. 看耳朵，肾开窍于耳，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是先天之本。耳相生德行质厚而大，耳垂肥大，色泽红润，紧贴大脑，主肾功能完好发达，精力旺盛，为长寿之象。反之，假如两耳枯槁、瘦小、肉薄，耳垂小，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主寿限不长。不过相不独占，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5. 看人中，中医认为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是奇经八脉的总纲，统帅人体的阴阳二气，因此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人中深、长、阔的健康长寿者多，反之短、浅、细的体弱短寿者多。假如人中生的浅而短，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其人一定寿命不长。6. 看法令，法令位处鼻翼两旁，看起来只是2条普通的纹理，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名誉、晚年运势和寿元。法令越长，寿命也越长，法令长不到嘴角，必然短寿。法令正好与2嘴角齐，不被饿死，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若在中年以后，法令仍然未见增长，甚至不过口，一般代表短寿。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即使寿元能过60，晚年运势亦恐不佳。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若其印堂暗淡无光，口型欠佳，唇色暗黑，仍然是好运难求，事业难成。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易主凶，晚年生活艰苦，亦有大病小痛缠身，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7. 看下巴，看一个的寿命长短，往往先看两耳、人中、极恶宫，
假如这三者中有2条不符合长寿的标准，则此人的下巴一定是短促、尖削的，而且水星、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有此面相特征的人，一是晚景不佳，晚年运势破败；二是难以长寿，寿元不高。8. 看整个面部气色，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油光铮亮，或者是白里透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短寿之人面色灰暗，满面晦气，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要么布满雀斑，要么遏制星罗棋布。痣有吉凶之别，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青色、黄色、咖啡色、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痣的位置也有吉凶，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或者长在人中里，并且比较大。说完短命，那么大家都知道，长寿之人必心宽，长寿之人必面善。一个人是否能长寿，除了命运主宰的因素外，心境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一个人的心境好坏，可以从其面相中反映出来。正所谓相由心生，便是这个道理。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长寿之人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吧。1. 脑后枕骨丰满的人长寿。枕骨在脑后正中天下的部位，由于睡觉时它首先接触枕头，所以叫枕骨。这个骨头要连肉而起，不能过于孤零零地独露在外。脑后的枕骨丰满的人长寿。2. 鼻梁中部隆起可长寿。相学中认为鼻子要丰满端正，鼻梁挺直，鼻梁骨不能有塌陷。太乙照神经中说，年寿隆起者寿。年寿是指鼻子的中部，鼻梁中部隆起者可以长寿。3. 人中深者长寿。人中者，沟渠之象也。只有伸长体内的体液才能通畅运行，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利。神相全编中说，人中深而长者长寿。这个部位伸长、端正而直的人可以长寿。4. 牙齿整齐坚固可长寿。牙齿为肾的花朵，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整齐而坚固的话，这种人大多肾气充足，骨气充沛，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精神头非常足，精力充沛，很有活力，做事主动而积极，性格坚毅，很有主见和魄力，不喜欢犹犹豫豫、唯唯诺诺，意志力坚韧，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的动摇，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一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在太乙照神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5. 眉毛长垂可长寿。眉毛被称为保寿宫，可见它与人的生命有关系。神相全编中说到，眉毛长垂，高寿无疑。就是说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6. 耳形耸高而长可长寿。耳朵与肾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肾能力的强弱又直接影响到寿命的长短。耳朵要轮廓分明，垂珠贴肉，色泽鲜艳红润，耳门扩大，耳肉红而尖厚，耳形耸高而长，这样的人是长寿之人。7. 目有神光者可长寿。中医学的观点非常注重观察神的存在与否，主要是指观察眼中的光彩。太乙照神经中说，目有神光者寿。我们常说的眼炯炯有神就是这个意思。8. 法令纹长可长寿。法令位处鼻翼两旁，看起来只是2条普通的纹理，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名誉、晚年运势和寿元。法令越长，寿命也越长。法令长不到嘴角，必然短寿。法令正好与2嘴角齐，不被饿死，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若在中年以后，法令仍然未见增长，甚至不过口，一般代表短寿。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
即使寿元能过60，晚年运势亦恐不佳。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若其印堂暗淡无光，口型欠佳，唇色暗黑，仍然是好运难求，事业难成。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易主凶，晚年生活艰苦，亦有大病小痛缠身，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9. 面部润泽可长寿。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油光铮亮，或者是白里透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短寿之人面色灰暗，满面晦气，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要么布满雀斑，要么遏制星罗棋布。痣有吉凶之别，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青色、黄色、咖啡色、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痣的位置也有吉凶，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或者长在人中里，并且比较大。10. 握力大可长寿。人到了老年之后，你与他握手，当感到老人的手特别有力，那么这就是长寿的标志。手握力来源于肝，握力大肝功能健康，肝健康人就长寿。好了，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老人们常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意思是地包天的人有福气，家里比较殷实，一生都会不愁吃穿，而天包地的人就没有福气了，吃不好穿不暖的。当然这只是以前人比较迷信的说法而已。那什么是天包地，什么是地包天呢？那天包地和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下面小酱汁带着这些疑惑给酱友们具体讲解一下。1. 什么是天包地和地包天？1. 天包地的面相。天包地指的是上颚的牙齿始终包不住下颚的牙齿，下巴凹下去的现象。有天包地的人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对其命运也会有极不利的影响，一生难有大成就，而且这类人易受到家人的拖累，同时需要多预防消化道方面的疾病。2. 地包天的面相。所谓地包天指的就是下排牙齿包住了上排牙齿，俗称兜齿，这样就会显得下颌比较大，这种人往往都是下巴往前倾。以前人认为下巴朝前可以接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就觉得地包天的人有福气。相传朱元璋的相貌就很丑，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下巴很长而且朝前。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马云，下巴也长并且向前突出，因此古人所说的地包天并不是说牙齿，而是指下巴圆润超前并且上翘。如果单纯的牙齿地包天，那是一种病，需要矫正的。牙齿最好还是平齐白润最好。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的上排牙齿代表父亲，下排牙齿代表母亲，上压下也是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男尊女卑。父亲的权势压制了母亲，而地包天的牙齿成了下压上，意思就是母亲在家里当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怕老婆。2. 天包地面相的人命运如何？1. 天包地不是吉祥面相。俗话说天地合一，一个人的面相也是这样，只有天地合一，相互平衡，才会有好的运气。而天包地面相打破了这个平衡，畸形的面相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也造成了这个人命运不顺利的结果。天包地的男人会克妻，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要能合一。然而地包天的男人由于天盖住地太过，打破了这个平衡，地就会受伤，因而阴阳不平衡，阳盛阴衰，所以面相上天包地的男人会比较克妻，而且男人以妻为财，所以同时天包地的男人一生财运多舛，最好佩戴一些旺财事物，如黄玉貔貅手链来催旺自身财运。而且天包地的形状有点像鸟嘴，有点公鸡状，所以天包地的男人也容易有暴力倾向，非和善之人。3. 天包地的女人丈夫病弱。天包地面相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女人身上出现，那就是阴阳颠倒了。这类女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的女汉子，她们过于刚烈，这类女人的丈夫要么就是身体比较病弱，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像弱女子。
这类面相的女人通常都是家庭的支柱，日日操劳，活的就是劳碌命。而且天包地的女生同时也是性格比较暴烈，一般在街头骂街的悍妇多长有天包地的面相。天地合一，阴阳中和，这才是最富有的面相。而天包地面相无论男女都打破了这个平衡，难以大富大贵。3. 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地包天的人城府深。地包天有一种说法是，上齿代表父亲，下齿代表母亲，上压下是父亲强权压制母亲，下压上实际上是母亲强权压制父亲。另外，地包天的人多下巴前探，这样的人特点是做事深思熟虑，想好了再做。其他部位好的话也是一个优势，会很有城府，深谋远虑；其他部位不好的话，则行动迟缓，犹犹豫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地包天不要配吹火嘴，就是两唇薄而突出，像撅起来吹火的样子。这样的人容易只说不干，而且喋喋不休，一吵架就来精神，嘴很碎，而且无尽无休。但要注意，相不独论，看面相要综合判断，而且你的形容和相师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只是就一个部位而说，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的依据。2. 地包天的男人晚年享福。同样，男人为天，天被地包住了，证明君被臣妻，所以一般地包天的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般都有一个极为严格的母亲，让他备受压力。而地包天的男人在成年后也容易遭遇比较强势的女人，事业成就都容易被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同事盖过，自己也难以出头。但是好在地包天地格朝风，晚年还是可以过得比较宽裕。3. 地包天的女人六经渊博。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势风，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女生地包天利己不利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她们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己的遭难相抵消，所以不利六亲。4. 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是真的吗？一、地包天有吃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下巴圆润朝前，而且上翘的人有吃穿。其实有些人的牙齿好好的，也会出现下巴朝前的现象，因为以前人只看外表，并不会在意里面的牙齿，觉得下巴朝前肯定是牙齿的问题，所以地包天主要在于突出下巴，所以嘴巴就不能朝前凸了，就像是撅起嘴巴吹火的样子。这样从上往下看，嘴巴就挡住了下巴，也就看不出下巴朝前了，没什么意义。以前人认为地包天的人由于下巴比较突出，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容易掉出来，有助于节约粮食，而且福气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下巴突出就能接住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所以才有了地包天有吃穿的说法。2. 地包天穷到底，这句话刚好与上一句相反，其实一般人的牙齿都或多或少有点天包地的意思。这种人一般都是下巴往回缩，上嘴唇比较突出，由于上嘴唇突出，吃东西就是容易掉出来，但下巴又往回缩，不仅接不住食物，也接不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认为天包地的人连自己的食物都吃不到嘴里，何况是外财呢？所谓人无外财不富，连自己的家财都守不住，那只能是穷到底了。当然这也只是以前人的迷信思想而已，这里所说的天包地也不是说牙齿，而是说下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这两句话放到一起，其实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做人要与众不同。就像古人所有的面相都是这个意思，比如鼻子要大，比所有的鼻子都大，耳朵也要大，嘴巴也要大，反正只要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特殊，特殊就是福气。当然这只是有一定的概率而已，其实这与人们平时干的事情也是一样，大家都在干的事情往往只能是养家糊口，只有别人不看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机会。比如所有人的下巴都是向下或者往回缩，而少数人的下巴朝前拱，那就是特殊，因为财富永远大讲贫穷命富贵命，看脖子就知道。相学认为脖颈以上的脑袋主思维能力及先天智育，而脖颈以下的身体部位则代表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及魄力，所以脖子一直以来都有着天助之说。
它是体相上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地，更代表了一个人一生的寿禄贫富。如果想知道自己是贫穷命还是富贵命，那么看脖子就可以知道了。今天小酱汁就带大家来看看你是哪种命吧。一、如何通过脖子看命运。一、长短。脖子的长短在相学中要因人而异，其标准主要是看个人的胖瘦情况。如果个人身材较胖，则脖子以短一些为佳；如果个人身材偏瘦，则脖子以偏长一些为佳，但不可过长。有以上特征的朋友，往往在工作生活方面顺心的事情很多，并且有机遇贵人到来而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是稳中有升的类型。家庭温馨和美，在做出重大决定时更容易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协助，因此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蒸蒸日上。相反，如果胖人脖子偏长，瘦人脖子偏短，那么这类朋友往往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较多，并且还容易与他人间产生争吵、矛盾等不利的事情，因此要格外注意，以防因这些而惹祸上身。除了这些评判标准之外，如果一个人的脖子有过长的情况，看上去与身体比例极不协调，则这类人往往嫉妒心较强，不利于与同事、朋友之间打成一片，因此要多调整心态，可以化解人缘上的困境。二、宽厚。所谓脖子的宽厚，就是指脖子从正视看上去的粗细程度。在相学中推崇脖子应该以丰圆坚实为佳。所谓丰圆坚实，是指脖子首先要饱满圆润，肤色以光润亮泽为佳。此外，脖上的肉要有一种坚实的感觉。有这类脖子的朋友，往往在财运上有不俗的表现，是不太费心劳累而收获不错的类型。家人的财运情况也会随之有所增加，因此全家人在财力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让别人看上去是比较富裕祥和的家庭。反之，如果脖子过细过小，并且有一些脖肉松弛的话，往往在工作中想要取得成绩有一定的困难。此外，有这类脖子的朋友，往往在生活中也容易出现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的不良消极情绪，对于个人的发展有一定的打击，因此要多多积极一些，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方可有所转变。三、经脉。经脉也就是脖子上的血管和支撑脖子运动的筋，血液是供养头部营养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如果血管过于暴展在皮肤的表层，则此类人做事喜欢张扬且容易激动，很多情况下都容易莽撞盲从，没头没脑，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则也相对的不计小节，容易与人亲近，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触。血管如果较为贴着皮肤，不是很明显的暴露在表层的话，则此类人做事比较细心认真，甚至会有较为被动的情况，不容易盲从激动，待人接物也比较得体大方，甚至会有心急较多、想法较多的情况。四、纹路。纹路就是脖子上的横纹，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正好在喉结之上，则说明运途牵制，难以发迹，且有自困愁成之忧。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不在喉结上，则说明福气较高，但若横纹过多，以至于4-5条以上，且过于深暗，则同样也是运势衰落的征兆，且身体健康较差，有力不从心之感。5. 倾仰。倾仰也就是脖子朝前倾还是朝后仰。如果脖子略微前倾，则此类人性格温和，做事相对较为顺畅如意；如果脖子略微后仰，则此类人相对较为严厉，做事一板一眼，难以通融；如果过于前倾，则此类人心计较多，做事细致认真，但过于多劳，且稍有自卑自义之感；如果过于后仰，则此类人性格较弱或较为凶悍。若脖子正中直立的人，虽然性格正直，但是稍显浮薄。6. 协调。
所谓脖子的协调，主要是指脖子与头之间的比例协调情况。如果脖子与头部之间的比例相适当的话，往往这类朋友的运气往往不错。在工作事业中，机遇和运气往往决定了事业的发展。因此，如果善于及时把握，在事业上的表现非常良好，容易在自身的领域中创出一份骄人的成绩，是大家学习和羡慕的对象。此外，这类朋友在性格上而言比较的稳定和冷静，在一些突发情况时能够理智处理问题，而使问题迎刃而解，因此有拯救大局的本事，是赢得他人信任的对象。反之，如果脖子与头部的比例失调，出现了明显的头大脖细小的情况，往往在财运和健康方面容易出现一定的破损情况，在生活中容易有入不敷出的透支情况和身体疾病的困扰。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节俭一些，注意保蓄财力。在身体方面要多注意身体健康，以防在身体上因小失大而后悔莫及。7. 喉结。喉结是指在脖子上是否有喉咙突出的现象，这一条判别对于男生来说更有实用价值。在相学中认为，如果脖子上有喉结，特别是喉结非常明显的话，是不利的一个情况。对于胖人来说，如果有喉结会更为不利。其不利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发展时，常常容易出现困阻和停滞的情况，遇到的烦心事儿可能比较多。此外，在财运方面和健康方面也略有欠佳，容易招致破财和疾病血光的到来，因此要小心提防，切不可忽视了这些。相反，如果脖子上没有喉结，或者喉结微乎其微不明显，那么这类朋友往往在发展时较为的平坦和顺利，即使偶遇困阻也可迎刃而解。因此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顺利，在健康财运上也有不错的表现。2. 脖子上有痣的命运。1. 脖子前面有痣。相术中说，脖前有痣招小人，也就是说，脖子前面长痣的人缺乏主见，容易被小人蛊惑，从而落入别人的陷阱，特别是在男女感情方面，容易被异性牵着走，从而受到伤害。不过不同的部位也会有所差别。2. 脖子正中有痣。脖子正中生有吉痣的话，是一种吉利的象征，预示其人有富贵命，财运好。如果走仕途之路，将来有飞黄腾达的可能，但如是恶痣的话，则富贵程度会大打折扣，而且其人为人高调，有钱了喜欢炫耀，容易为自己招来麻烦，需要特别注意。3. 脖子左侧有痣。脖子左侧有痣不为吉论，如果是为吉痣的话，预示其人头脑聪明，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如果为恶痣则大凶，其人容易怀才不遇，处处受到别人的打压，感情上也容易受到欺骗，生活不顺利。4. 脖子右侧有痣。脖子右侧有痣是为享受财富之痣，即使自己本身没有多少钱，也会有人帮助，手里不缺钱花。如果为恶痣，则为人高调，爱显示自己，因此易招小人妒忌和算计，经常会为他人受苦。5. 脖子后面有痣。脖后为相，脖后有痣有靠山，其人性格内敛，行事低调，有才不爱外露，遇事亦有贵人相助。在中年以后，事业逐渐走向成功。女人脖后长有吉痣，是旺夫的象征。这样的女人很聪明，相貌也很美丽，可以帮助丈夫成就事业。不过，假如痣长在脖后正中的话，则是一颗苦情痣，预示其人容易在感情上遭遇挫折。不过只要能够咬牙挺过，最终还是会获得好姻缘，能够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当然了，相不可独看，一个人的贵贱要与其他地方相结合去看。还有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如果对生活积极向上，那么你的运势肯定不会差。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